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加密的世界里面，有一种很神奇的赚钱方式，不用挖矿，不用交易，甚至1分钱都不用花，却有人主动的把币直接打到你的钱包里边。这听起来像是骗局，对吧？但这是真的，而且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做空投 airdrop。但它真的是无门槛的送钱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空投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顺便告诉你怎么找、怎么收、怎么玩和怎么防坑。在任何的市场，如果一种资产没有人接受、没人交易，它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在加密的世界里面，项目方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使用，甚至喜欢他们的币，就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空投。这招呢，不仅能拉来新的用户，还能奖励那些早期的支持者，一举两得。对用户来说，就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个人呢，就通过 Coinbase 空投的任务，获得了超过几百美元的代币。很简单，只要阅读文章、回答问题就好了。空投的玩法呢，常见的有5种方式。第一是直接发放，项目方拍快照，持有特定代币的钱包，自动的就会收到空投。第二种呢是任务型的空投，你去完成交易、质押、交互等任务，满足条件后手动的去领取。第三是忠诚型的空投，长期活跃或贡献社区的用户获得额外的奖励。第四是治理型的空投，参与提案投票或治理活动的用户会获得额外的代币激励。最后一个是测试网空投，现在测试网上试用新的功能，主网上线以后，根据贡献发放代币。听起来有点像会员福利，但这里的奖励往往能够直接变现。如果说今天的空投像是一份打工奖励，那早期的空投呢，简直就是天上下的红包雨，金砖呢直接砸在你的头上。说到空投的历史，得从比特币的早期讲起。10年的6月，比特币诞生1年，当时呢，全网只有少数的极客在运行一些极点，价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枚比特币不到1美分。比特币的核心开发者之一 Gavin Andresen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这项新的技术，架设了一个网站 Free Bitcoin。 规则很简单，贴上你的比特币的收款地址，就送你5枚比特币。那个时候呢，这不过是几美分的奖励，但如果你要能把那个时候收到的比特币放到现在，已经是60万美元的财富。这是加密世界上最早的空投雏形，没有门槛，没有任务，只是为了传播。2014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空投诞生，项目的名称叫做 Aurora Coin AUR。Aurora 在英文语义当中意思为极光，因此呢，它也被称为极光币。这次的空投的目标用户不是全球，而是整个的冰岛。项目方宣布将总代币的一半，大约1050万枚的极光币，直接空投给全国32万公民，平均每个人32.8枚，按当时的价格相当于385美元。创始人 Boulder 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去中心化的货币取代冰岛的克朗，缓解银行债务危机带来的通胀压力。虽然最终呢没能改变货币体系，但它让空投第一次的进入了公众的视野。2017年，加密世界像是突然按下了这个加速键，以太坊的 ERC20 标准出现，开发者只需要几百行的代码就能够创建一个新的代币。那个时候的以太坊像一台不停运转的造币机器，而 ICO 首次代币发行成了项目融资的金矿。项目方要想让人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要买他的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送。于是呢，空投第一次走上了大众的舞台。那几年呢，持有 ETH 或者是比特币的人经常会遇到一种非常奇妙的场景：早上醒来打开钱包，突然多了一笔陌生的代币，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 Omexico OMG 也被称为 Oh my God， 就是典型的案例。只要你在以太坊钱包里边有以太坊 ETH， 就能自动的接收到它的代币。很多人原本只是安静的持币，却莫名其妙的收到了当时价值数百美元的 OMG， 总空投价值高达了2000万美元。
Stellar XLM 的玩法更加大手笔，他盯上了比特币的持有者，直接空投 XLM 的代币给到比特币的持有者，总价值超过了 1.2 亿的美元。想象一下，你只是一个囤 BTC 的老韭菜，突然发现钱包里边多了一堆的莫名其妙的币，然后呢，你一查价格，居然能够换成几千美元，那种惊喜就像你翻旧衣服的口袋，突然发现里面躺着厚厚的一沓被遗忘已久的现金。到了2019年，波场的创始人孙宇晨收购了 BitTorrent 以后，直接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耐力型空投，连续11个月，每个月都发，总量高达990亿枚代币。当时呢，社群戏称，只要你足够的耐心，钱包每个月都有零花钱。那个阶段，空投呢就像天上不定时落下的红包雨，不用交互合约，不用刷任务，不用绑社交的账号，只要你安静的持有主流币，你可能一觉醒来就变得比较富有。这也是为什么那段时间被很多的老玩家称作加密空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2019年到2022年虽然经历了熊市，但空投呢并没有消失，只是这一次它变得更加精准，更加讲策略。2020年的9月，去中心化交易所巨头 Uniswap 突然宣布要给所有历史用户来一份大礼。9月1号，他们做了一个链上拍照，只要在此之前用过 Uniswap， 无论是兑换过一次代币，还是提供过流动性，都能获得至少400枚的 UNI。当时的 UNI 价格只有大约3美元，也就是说每个人最低可以领到1000多美元。随后呢，它的市场走牛， UNI 最高涨到了 42.88 美元。很多人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份空投价值可以超过大约17000美元。总体算下来呢， Uniswap 的这一轮空投总价值接近64亿的美元。社区里边甚至流传着一句话，那天晚上很多人睡觉前的存款和醒来的存款差了几个月的工资。2021年，以太坊的域名服务 ENS 的空投更是把玩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ENS 不是随便的送，而是有严格的条件，必须在10月31号之前注册并持有至少一个以太坊域名。空投数量呢，并不是统一的发放，而是根据多项指标综合的计算，域名的注册时间、钱包的创建时间、用户的活跃度。结果呢，很多人领到的空投价值接近2万美元。而且这不仅仅是送钱， ENS 还要求领取者参与章程的投票，把治理权分配给真正的用户。这次的空投让人不仅赚到了钱，还直接成为了项目的决策者。同一年的 NFT 市场爆发，BAL 的 APE Yacht Club BAYC 持有者在收到空投的时候的感受，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炸裂。2021年3月， BAYC 背后的 Yuga Labs 宣布向 BAYC、MAYC、Kernel Club 等系列 NFT 的持有者空投 APE 的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这次的空投的总价值大约35.4亿美元。有的玩家精明到了极点，短期的介入5个 BAYC NFT， 只为了领取空投。结果呢，这一波他就赚了110万的美元，然后立刻归还 NFT。那个阶段的空投用2个关键词来衡量：第一是精准，发给真正持有和参与的人；第二是高价值，让参与者直接财富签约。它不再是撒胡椒面似的全民狂欢，而是把奖励发放给真正参与、真正有价值的用户。进入了2021年之后，项目方发现空投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波动，而是羊毛党。有人为了薅空投，用几十上百个小号批量的交互，甚至有人建立空投工厂，脚本化操作，专门对付低门槛的项目。为了防止被薅，项目方开始在规则上开刀。以 Arbitrum 为例，2023年的2月6日快照，3月23日空投，想拿更多的代币，不仅要在过去9个月内频繁的有交易，还得在 Arbitrum One 和 Arbitrum Nava 2条链上都有活动记录、交易量，还有交互时间，是否提供了流动性，是否与智能合约有过交互，钱包的余额，
都是加分选项，而且这些加分直接决定了你能领到多少的空投。合格的用户最低可以领到625枚的 ARB， 最高呢能拿到1万多枚的 ARB， 按当时的价格计算，价值从几百美元到几万美元不等。Jupiter 在2023年的11月宣布，空投总额100亿枚的 JOP， 占总供应量的 40%， 分4期发放。入选条件呢，在空投前至少要交易1000美元，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薅一笔就走的人就被挡在了门外。普通的用户大约能拿到100美元，顶级的参与者超过5000美元。同时呢，很多的项目要求绑定 Twitter、Discord， 并用链上的行为分析识别批量号，一旦被判定为是女巫攻击，哪怕你有交互记录，也可能直接失去资格。结果就是现在的空投更像一场持久战和综合考试，你需要持久的活跃，完成任务，跟进进度，甚至投入本金还有时间。对真用户来讲，其实这未必是坏事。高门槛呢，它能排除掉大量的机器人，让奖励更集中在真正参与的人手里。这也意味着，如果你还抱着说我睡一觉醒过来就能发大财的这个幻想，你可能会很失望。如果说过去的空投是天上掉红包，现在的空投就是闯关游戏，那未来的空投呢，很可能就是一份兼职的工作。我们看到了今后的4个空投的趋势。趋势1是反女巫技术更加的先进，项目方会继续用链上行为分析、机器学习模型去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机器人的账号。未来呢，甚至可能通过链上身份 Decentralized ID KYC 验证来证明你是一个真人，不是批量薅羊毛的脚本。趋势2呢是任务型的空投占比更高。你想拿到代币，你可能要完成一系列的连续的任务，先用项目的测试网，再在主网上交易，接着参与治理，提供流动性，绑定你的社交账号。任务越多，持续时间越长，空投资格和数量就越高。趋势3是 AI 和区块链的结合。AI 可能会出现在空投的任务当中，比如说让你生成内容、创作 NFT， 用 AI 工具参与社区的活动，再根据你的成果发放奖励。这类空投呢，更像是一场技能的挑战赛，而不仅仅是资金的游戏。趋势4是大项目的空投，更像是一个长期的合作。想象一下，一个头部的公链用空投招募生态建设者，你需要连续几个月帮助他引入用户、推广应用。空投呢会分期的发放，就像公司发放工资一样。换句话说，未来的空投不再是偶然之财，而是一份有投入、有产出的长期活跃证明。对真用户呢，这是好事，投入时间还有精力会更加值钱。但对抱着说捡漏心态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空投就不再适合你了。未来的空投更像是兼职打工，按时上班，按要求你去交作业，最后呢你领到工资。而我们呢，你得学会挑对公司，挑对岗位，才不会白干。你挑错了，挑一个错的项目，完全白干一场。了解了空投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接下来我们聊点实用的，怎么去找到空投。在14年 Aurora.com 开启了全民空投先河之后，空投玩法一度只是零星的出现。真正让空投走向大众视野的是17到18年的 ICO 浪潮。那个时候呢，每天都有几十个项目上线，信息分散在各大论坛、Telegram 群、个人的博客里面，新手根本追不过来。于是呢，一些专门的空投网站出现了，像这个 Airdrop Alert 诞生于2017年，来自于荷兰，是一个老牌的空投网站，收录了全球的空投，提供邮件提醒、防骗指南。Airdrops.io 诞生于2018年，界面呢非常简洁，更新也非常快，还能按链筛选空投。当年呢，大家几乎每天都刷，生怕错过一个天上掉币的机会。而且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在更新，信息比较集中，上手也非常简单。平时想快速的浏览空投，直接用就可以了。到了2019、2021年 ，CoinMarketCap、Binance 等大平台也开始了空投的专区，这里的空投经过筛选，质量呢相对更高一点，值得你顺手去看一看。现在2025年
你想拿到高价值的空投，光刷网站已经不够了，你需要链上的数据分析，加上社区情报，加上任务平台，三管齐下。比如说你用工具 Nyson 追踪链上的大户 Smart Money， 看他们在哪儿玩哪些的新的项目，利用 Analytics 用仪表盘去查询项目交互数据，判断空投的可能性，然后再用 Galaxy Quest N 官方任务平台完成链上链下的任务，积累未来空投的积分。同时呢 Twitter、Discord 第一时间获取官方的公告，尤其是还没上主流媒体的早期的信息。所以现在你要薅高价值的空投，更像是在做一个情报的工作，盯大户、盯数据、盯社区。在这里插个广告，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我们近期也会推出空投工具实战系列，教你用 Nyson 和 Dune 从零寻找潜在的项目，再用 Galaxy Quest N 完成交互的埋伏。找到了空投的机会，下一步呢，就是用什么钱包去接收这些空投。首先要明确，在加密的世界里边，钱包呢就等于银行账户，甚至比银行账户更直接。一旦资金被转走，没人能够帮你追回。所以接收空投的第一个原则是安全和分离。第一呢，你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这是标配。比如说 MetaMask 最常用的以太坊以及 EVM 多链钱包，插件版、移动版都有，兼容范围最广。第二呢是分账户管理，建议至少准备2个钱包，主力钱包你去存大额的资金、长期资产，不参与未知的项目交互。第二是交互的钱包，用交互钱包去领取空投，测试新的项目，哪怕被黑也不会影响主力的资金。那第三呢是大额的资产，你要有一个硬件的钱包。如果空投市值已经很高，或者你本身资产很多，最好配一个硬件钱包，比如说 Ledger 或者 Trezor， 让私钥永远离线保存。第四是不要随便的去签交易，很多的钓鱼空投会诱导你的授权或领取，其实是在给恶意合约无限的授权。记住，看不懂的合约调用千万不要签。现实当中呢，你不会把所有的现金和银行卡都放在裤兜里边随处跑，也不会把银行卡的密码随便给到另外一个陌生人。在加密的世界里边，钱包安全就是你参与空投的第一道防线。工具有了，钱包也准备好了，那普通用户该怎么玩空投？核心就4步。第一步，挑项目，不是每个空投都值得你去花时间花精力，优先看有潜力的赛道 Layer 2、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DEX、DeFi、新的公链 AI 加上 Crypto， 这些赛道融资大、用户多，未来空投的价值更有保障。第二步，做交互，确定目标项目就上链参与，在 DEX 兑换或提供流动性，在借贷协议中存款、借贷，参与测试网的新的功能，完成 Galaxy Quest N 的官方的任务。这里边要记住，频率和持续时间比单次的余额更加重要。第三步是记录行动，你可以用一个 Excel 或者是 Notion 记录每个项目的交互日期、金额、任务完成情况，这样呢就不会错过快照时间，也能回顾哪些项目值得长期的跟进。第四步，跟进社群，这个很关键。进入项目的 Twitter、Discord， 留意公告，很多的空投先公告快照日期再发放，错过了快照，就算后来你有交互也没有用。按照这4步走，不保证每次都是天价的空投，但命中率会高很多。更重要的是，你会慢慢的形成自己的空投情报体系，从跟风捡漏变成有策略跟节奏的埋伏下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空投呢能带来惊喜，但在加密的世界里边，免费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一不小心你领到的可能不是钱，而是陷阱。常见的有4类风险。第一呢是钓鱼网站，伪装成官方的页面，诱导你输入助记词。记住，任何要你输入助记词的网站，100%都是骗局。第二是恶意的合约，假的空投让你授权，实则是偷走你的资产。看不懂合约就千万不要签，尤其是无限的授权。第三是 gas 费陷阱，领到$10的币，你去花了$20 gas 费，白忙活一场。
最后呢，有可能是误伤真的用户，防女巫算法并不完美，项目方可能直接把你给排除掉，所以需要分散埋伏，别压单一个项目。所以说，空投的价值不只在于你领到多少，还在于你能保住多少。好的，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另外，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在那里你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空投的情报，交流链上的机会，互相提醒风险。记住，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在加密的世界里边，学会薅羊毛的第一步是先保住你手里的羊毛。再见，谢谢。